这个漂亮的女老师无意看见一位学生的容貌，瞬间愣住了。她立马调出了对方的学籍，发现女孩的父亲正是曾经抛弃她的前男友。当天小女孩放学回到家，表现得很不开心，说今天老师突然给她换了个位置，让我坐在第5排最边上的位置，坐在那里我连黑板上老师写的字都看不清楚了。世故的奶奶立马意识到，是不是因为没给老师送礼，所以老师才故意使绊子。女孩的妈妈却不以为然，这教书育人的地方怎么能跟社会一样呢？婆媳俩因为这件事起了争执，最终强势的奶奶决定给老师送1000块钱的购物卡，让儿子明天就交到班主任的手里。男人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，但也只好暂时答应了下来。晚上小两口又说起了这件事儿，妈妈子月认为是孩子太敏感了，打算到学校当面问下老师再做决定。丈夫拗不过妻子，就随手把购物卡放在了桌子上。此时的他还不知道，一场灾难马上就要降临了。第二天，女孩的妈妈子月一早就来到了学校，得知对方的身份后，黄老师脸色突变，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，眼神中甚至充满了敌意，恨不得要把对方给捏死。而这些细节子月完全没有注意到，等她小心地说明来意后，不出所料得到的是对方言语的讥讽。您觉得您为孩子这点事儿值得跑一趟学校？您上过学吧？没换过位置吗？子月被怼得有些懵，只好抱歉地先离开了。而与此同时，家里的奶奶在桌子上发现了本该已经送给班主任的购物卡。老太太很生气，晚饭也没有吃，当着媳妇的面甩下脸色，气冲冲地离开了饭桌。看来这件事必须要有个结果，但有了上次的经历，子月不想再去学校面对黄老师，于是就让丈夫把对方约出来好好聊聊。可当她说出老师的名字时，丈夫猛地一惊。叫什么？黄婉萍。黄婉萍这3个字就像一把利刃，划开了男人尘封的记忆。原来当年他和黄婉萍谈过一场恋爱，结果把人肚子搞大后不想负责任了，还嫌弃黄婉萍是个农村户口，于是残忍地抛弃了对方。谁能想到多年之后，现在自己的女儿竟然是他的学生。另一边，老太太见夫妻俩迟迟没有动作，干脆自己把卡送去得了。她来到学校，一见面就以儿子的口吻对黄老师一顿夸赞。你就是黄老师啊，这么年轻漂亮，又碰到你这么好的老师，是我们晨晨的幸运。您儿子这么说的啊，是他这么说的。黄老师被夸得心花怒放，半推半就地收下了购物卡。老太太还以为自己办了件好事，却不知道这将会给儿子带来巨大的灾难。出了学校门，她立马就把这好消息告诉给了儿子赵思文。在得知是以自己的名义送的卡，赵思文又羞又恼，晚上更是一反常态地对着母亲大发脾气。原本和谐幸福的家庭慢慢开始变得鸡飞狗跳。女孩在学校被区别对待的事情很快传到了她姥姥的耳朵里。姥姥一家是当地有名的富商，看外甥女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姥姥立马要打电话摇人给外甥女争一个公道。眼看事情越闹越大，赵思文赶紧打圆场，说一点小事不值得兴师动众，自己一定能解决的。出了媳妇家的门，赵思文赶紧驾车来到了学校。一番挣扎之后，赵思文拨通了黄老师的电话。这个学生家长大半夜的敲开了女老师的家门，想要和对方好好谈一下。女老师有些害怕，谎称老公在里屋已经睡着了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。没想到男人当场拆穿了她的谎言，说刚才在楼下看见你老公拖着行李出远门了呀。女老师只好把人放了进来，随后递了个鞋套让对方穿上。一进门，男人就说了此行的目的，希望对方念在以往他俩的感情上，不要总是针对他的孩子。因为最近女儿总是回家哭诉，说班主任老师不喜欢她，对她处处刁难。赵思文起初不以为然，但很快他就震惊地发现，女儿口中的班主任竟然就是自己的前女友黄婉萍。他立马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这才在大半夜的找黄老师谈话。而赵思文之所以如此紧张，是因为当年他喜新厌旧，把人睡了之后，狠心地抛弃了这个已经怀有身孕的女友。分手以后，赵思文以为两人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交集，但没想到当年种下的恶果这么快就开始反噬了。哄女人这种事儿，赵思文很在行，他对着黄老师虚的实的一通忽悠，三言两语就把对方感动得眼眶含泪。可以看得出，黄婉萍当年是付出了真感情的。赵思文看时机成熟，竟然又想故技重施把对方拿下，但这次被理智的黄老师拒绝了。黄婉萍让渣男赶紧离开，两人在拉扯中，黄婉萍的老公突然回来了。
两人做贼心虚，瞬间就吓懵在了原地。反应过来的赵思文急忙躲藏了起来，老公冲进屋里，脸都绿了，发疯一样开始四处翻找，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人。夫妻两人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趁着这个功夫，赵思文准备偷偷从窗户翻出去，却没想到让黄婉萍的老公听见了动静，两个男人在阳台厮打了起来。混乱中，黄婉萍的老公一不小心从楼上坠落。赵思文一下懵了，吓得表情无法自控，在黄婉萍的呵斥下，这才仓皇地逃离了现场。回到家，赵思文强装镇定地溜进卫生间，趁机把鞋套给销毁了。另一边，警察开始盘问案发时的情况。黄婉萍隐瞒了实情，谎称丈夫是在外面欠了巨额的债务，被迫跳楼自杀的。一晃几天过去，赵思文见也没有什么动静，他不由得暗自庆幸。当晚进门准备换鞋时，黄婉萍给了他一双鞋套，因此他在现场没有留下什么痕迹。可他很快又惊恐地发现自己衬衣上的扣子少了一颗。与此同时，赵思文的老婆洗衣服时发现老公衬衣上少了颗扣子，就随手缝上去了一颗。这时赵思文刚好下班回来，你衬衫扣子掉了，我帮你缝起来了。这个男人翻看了老婆的手机，却因此招来了血光之灾。老婆的手机上有个陌生的号码发来短信，说晚上要见一面。老公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，紧接着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告诉老婆说公司临时通知要他出差几天。今晚上就去啊？去几天？这个去几天让老公确认自己没有多想，他简短的收拾了下行李，就匆匆的打车离开了。车子并没有驶往车站，而是在老公的单位停下。他把行李箱放在了门卫室，紧接着又赶紧打车折返回去。老公来到了家门口，突然又觉得很羞愧，自己怎么能把老婆想得如此不堪呢？可他刚准备转身离开，突然听到了房间里有争吵声，老公脸都绿了，他发疯般的敲开房门，冲进屋里一阵翻找，果真在阳台上发现了一个陌生的男人。老公被怒火冲昏了头脑，也不听两人的解释，就叫喊着要把人大卸八块。混乱中，老公不小心从楼上坠落。等女人跑下楼查看时，对方已经没了呼吸，只在她手上发现了一颗扣子，而陌生男人这边都吓懵了，仓皇的逃离了现场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虽然没有警察找上门，但赵思文还是胆战心惊的。家里议论有人跳楼的事情，赵思文表面平静，心却提到了嗓子眼儿。警察说的自杀和他杀没定性呢。哟，而警察这边一直没有动静，是因为黄婉萍为保全自己编造了谎言，替赵思文做了遮掩，谎称自己的老公是背负了巨额的债务，被迫跳楼自杀的。话虽是这么说，但黄婉萍心里承受不住压力，最终拨通了赵思文的电话。两人见面后，赵思文才知道是对方替自己把事情扛了下来，这更加让赵思文觉得愧对了这个前女友。看黄婉萍楚楚可怜，哭得梨花带雨，赵思文头脑一热，说要给她换个大房子。这句话正合了黄婉萍的心意。此时的赵思文还不知道，他太低估了这个前女友的胃口。黄婉萍半推半就的来看房子，但他便宜的不看，唯独相中了一套800万的别墅。听了价格，赵思文脸色难看，恨不得当场给自己2个嘴巴子。他编了个理由不同意，两人因为房子的事情闹得很不愉快。黄婉萍质问对方，难道你认为我是在敲诈你吗？赵思文赶紧否认，可黄婉萍步步紧逼，说难道我就不配住这样的房子吗？赵思文压住自己的情绪，努力的安抚对方。他心里清楚，现在还不能和黄婉萍闹得太僵，因为自己的犯罪证据就在对方手里。自此以后，黄婉萍频繁的给赵思文打电话，问他房子的事儿什么时候落实。赵思文没有办法，就随便找了个二手房想糊弄过去，这让黄婉萍更加生气，感觉受到了侮辱，说你是故意拐弯抹角的骂我是二手的是吧？房子的事情没有解决，黄婉萍就一直阴魂不散，甚至堵在了赵思文家的小区门口。赵思文真的怕了，黄婉萍这3个字已经成了他的噩梦，甩也甩不掉。万般无奈之下，他最终选择了铤而走险，挪用了公司的工程款800万，给黄婉萍买了套别墅。赵思文以为花钱买了个太平，浑然不知自己将会越陷越深。为了让自己变得性感丰满，他每天上下楼都爬下水管道。围观的路人刚开始一脸懵，随后都大喊着抓小偷。很快警察就赶到了现场，要实施抓捕。可女人非但不慌，反而兴奋地说自己赶时间，让警察开车送她一程。这要求把警察都整不会了。详细了解后才知道，原来女人是个志愿者，今天是要给病人捐献骨髓的。手术做得很成功，身患绝症的小汤因此捡回了一条命。为了报答这份救命之恩，小汤多方打听，终
终于找到了那个捐献骨髓的志愿者子越，并送上了一块价值300万的玉雕作为感谢。如此贵重的礼物，子越当然不能收，可小汤一再坚持，说就算是暂存在你这里了。见推脱不掉，子越只好勉强的答应了。这天，子越刚出门上班，丈夫就开始翻箱倒柜，搜刮家里面的财物。她无意间发现了那块精美的玉雕，直觉告诉她这个东西很值钱，于是立马跑到老王那儿想抵押点钱用用。老王装作一副为难的样子，忽悠说这东西不是硬通货，真品赝品无从考证，最多也只能借给你50-60万呀。此话一出，赵思文一下愣住了，这个价格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，看来这个玉雕绝非俗物。没过几天，子越整理衣柜时挪动了一下盒子，立马觉察出了异样，打开盒子一看，玉雕不见了。她赶紧给丈夫打电话询问情况。此时赵思文意识到不对，故意不接电话，心虚的他拐到路边的花店，想买束花糊弄过去。子越懒得听他解释，急忙问玉雕的下落。赵思文起初装作不知情的样子，但见事情瞒不住，只好轻描淡写的说，前段时间公司缺现金，就随手把那块石头抵押了。子越听后满脸震惊，随后又急又恼，夫妻两人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子越一刻不敢停歇，赶紧把家里的基金股票全抛了，东拼西凑集齐了60万要去赎东西。两人来到老王这儿，还没开口说明来意，老王就满脸遗憾的先搭上了话，说前2天他这儿招贼了，那块玉雕一同被人盗走。很明显这是一个谎言。子越坚持要那块玉雕，老王也不装了，立马变脸，满脸凶相的叫两人滚蛋。赎玉雕的事情还没有解决，子越又接到了妈妈打来的电话，告诉他了一个更加震惊的消息，赵思文私自挪用公司的工程款800万，现在钱款不知去向。虽然这是子越自己家的公司，但这事儿明显已经触犯法律了呀。子越脑子都懵了，打电话让丈夫赶紧回家，有重要的事情说。听老婆的语气，赵思文就知道事情败露了。他刚进家门就吓得眼眶泛泪，老婆开口质问800万的事情，话还没说完，赵思文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祈求老婆的原谅，说自己前段时间受人蛊惑，是因为赌博把钱输光了。单纯的子越信以为真，浑然不知那800万是丈夫给小狐狸买别墅用了。事情还没有完，岳父突然得到消息，他们公司负责的工程存在偷工减料的恶劣行径，而这个工程的负责人正是女婿赵思文。岳父立马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找来女婿当面对质。白纸黑字的合同面前，赵思文又扑通跪下，希望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岳父情绪激动，让这个人渣赶紧滚出他的公司，自己一生的心血就要毁于一旦。岳父突然旧疾复发，痛苦地瘫坐在了沙发上。赵思文赶紧给对方拿药，可拧开瓶盖，他又犹豫了。他带着20多万的镯子逛商场，结果刚下电梯就被个陌生男人拽住，女人瞬间吓懵了。两人在拉扯中，玉镯不小心从他的手上滑落。女人心痛地捡起摔碎的镯子，转头要找对方讨个说法。此时男人一个劲儿地道歉，说自己认错人了。随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商场的经理赶紧出面从中调和。双方最终商议的结果是，由男人赔付一只品相材质都差不多的镯子，一物抵一物。男人写下字据，并把自己的手表递给对方，算作是抵押。两人约定第2天在当地有名的玉器店颐水园见面。接过手表的那一刻，黄婉萍一下愣住了，这东西看着就价值不菲。回到家，他赶紧在网上查了一下，瞬间刷新了自己的认知。这么贵，好几十万啊！第2天，黄婉萍满脑子都在想昨天的事儿，男朋友跟她说话一句也没听进去。等对方出门上班，她立马翻找衣服，随后精心打扮了起来，来到赴约的玉器店，从员工的口中才得知，昨天把她认错的男人竟然就是这家店铺的老板。看来对方身份果然不一般。黄婉萍被带进一间办公室，随后员工呈递上一整盘子的翡翠镯子，任她挑选。黄婉萍谨慎地拿起了一只，先看了一下标签，价格竟然高达36万。此时桌子上一个精致的木盒吸引了他的注意，于是他好奇地问那里面是什么。员工抱歉地答道，里面是收藏级别的翡翠，价格比外面的这些要贵很多。这话把黄婉萍说的心痒了。此时男人开口吩咐道，就让黄小姐试一下吧。黄婉萍又惊又喜，接过盒子从里面随便拿出了一只，明显就是品质上乘的一类货。正当他沉浸着看镯子时，下人带着一对夫妇走了进来。从谈话中得知，原来夫妇是外地的富商，近来妻子总是大病小病不断，丈夫就想着给她买
买个佛头去晦气。富商很痛快，120万的佛头3言2语就成交了，把黄婉萍看得一愣一愣的。送走了富商夫妇，男人问黄婉萍：“你的镯子挑的怎么样了？”黄婉萍有些不好意思，拿着收藏级的镯子说：“喜欢这个。”男人接过来看了一眼镯子，夸赞说：“这块的种水和色泽很符合你的气质，那就送给你了。”黄婉萍心花怒放，开心的收下。随后他从包里拿出了抵押的手表，要还给对方。男人接过后一看时间都到饭点了，顺势邀请一起吃个午饭。黄婉萍有些受宠若惊，此时的她浑然不知自己已经跳进了对方的圈套。小汤是名顶级的骗子，他把一个拜金女约出来逛商场，分手时却故意亲了对方一口。拜金女欣喜若狂，以为自己马上就能嫁入豪门，却浑然不知这是小汤设下的圈套。两人亲密的画面被人偷拍了下来，照片很快传到了拜金女男友的手里，男友脸都绿了，拿着照片要和女友当面对质。不明所以的黄婉萍看了照片，非但没有怀疑小汤，反而把矛头指向了自己的男友，认为对方跟踪了他，两人因此爆发了激烈的争吵。赵思文一边哄骗一边威胁黄婉萍说：“咱俩之前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，没有人会愿意接受你的。”黄婉萍一下被说住了，当年正是她和赵思文狼狈为奸，害死了自己的丈夫，两人手里都握着对方的把柄，各怀心思。赵思文趁机劝她赶紧和照片上的男人断了联系吧。黄婉萍不甘地把小汤约了出来，要和对方划清界限。小汤的计划马上就要成功，又怎会轻易放弃？他暂时安抚好黄婉萍的情绪，接下来他要加快节奏了，目的就是利用黄婉萍的虚荣心取得她的信任，然后拿到她男友赵思文的犯罪证据。小汤的机会很快就来了。黄婉萍和赵思文相互猜忌，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。直到这天，忍无可忍的赵思文出手打了黄婉萍，这下彻底把黄婉萍推到了小汤这一边。满心委屈孤立无援的黄婉萍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汤。这个时候接到黄婉萍打来的电话，小汤知道事儿成了。刚被一个粗暴的男人殴打，又突然来了个贴心的暖男，这种落差越发让黄婉萍觉得小汤是个不可多得的好男人。趁着这个机会，小汤顺势把黄婉萍接到了自己的别墅。此后的一段时间，经常带着她出入各种高端会所，甚至不惜重金买了辆跑车送给对方。做完这一切，小汤觉得时机成熟，他要开始收网了。小汤先是命人把一份文件送到别墅里去，紧接着又给在别墅里的黄婉萍打去电话，大意是说这个文件很重要，收到后把门锁好，不要偷看。他越是这样说，黄婉萍就越好奇，于是偷偷打开了文件，里面的内容让他大吃一惊。董事长突然心脏病发作，可他的女婿却攥着药见死不救，眼睁睁地看着对方垂死挣扎，最终倒在了地上。赵思文见四下无人，惊慌地逃离了现场，却浑然不知自己的女儿躲在桌子下目睹了这一切。董事长被人发现，紧急送往医院抢救，可这时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机。弥留之际，他想告诉女儿女婿赵思文的真实面目，可话到嘴边却发不出任何声音，最终含恨而死。岳母接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噩耗，没过多久也跟着撒手人寰。而小女孩晨晨目睹了父亲赵思文的罪行，因此受了惊吓，变得沉默寡言。医生诊断是患上了自闭症。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突然遭受如此大的变故，赵思文非但没有反省，反而变本加厉。他把岳父公司的资产偷偷转移到自己的名下，转身成立了个建筑公司，当上了集团老总。但他的好日子很快就要到头了。为了公司的资金周转，赵思文经常投其所好的给银行行长送古董，而这些古董全是些高仿货。什么都不懂的行长一直以来被蒙在鼓里，直到这天他到古玩市场闲逛，从商贩那里大概了解后，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，于是立马找来了专家做鉴定，事情就此败露。行长怒不可遏，这回赵思文是惹错人了。行长一个电话，赵思文公司所有的信用审查和贷款手续全部停滞，公司马上濒临破产。而与此同时，小汤不惜牺牲美色，故意接近赵思文的女友，想要从他手中拿到扳倒赵思文的犯罪证据。可计划刚落实了一半，就被黄婉萍意外识破了。这时候的黄婉萍已经爱上了小汤，此时她又羞又恼，为什么自己总是那个被欺骗和伤害的人呢？失去理智的她绑架了小女孩晨晨，想要以此要挟换取小汤对她的爱。紧接着她又打电话给赵思文，说手上有他的犯罪证据，让对方转500万过来。赵思文气不打一处来，但又怕自己会坐牢，只好东拼西凑，硬着头皮拿钱赴约。可当他到了约定的地点，却看到女友黄婉萍和小汤在一起，举止亲昵。实际上两人是在告别，因为黄婉萍良心未泯，突然想开了，愿意把晨晨送还回来。不明所以的赵思文觉得黄婉萍背叛了他，开车径直朝两人冲了过去。
赵思文撞了人，仓皇的逃走。此时他的身份已经从集团老总变成了犯下种种罪行的逃犯，如同丧家之犬一般，整天提心吊胆的四处游荡。赵思文把自己遭遇的这一切都积怨在了小汤和前妻的身上，看着两人带着女儿晨晨，像极了幸福的一家三口。赵思文心里不平衡了，嫉妒和怨恨让他更加疯狂，于是他把前妻子月绑架了起来，又向小汤勒索500万。小汤赶紧拿着钱来赎人，谁知道赵思文不按套路出牌，把小汤暴打一顿解恨。就在他举棍要下死手时，警察赶了过来，赵思文狗急跳墙，逼迫小汤从天台跳下，否则就杀了前妻子月。两人在僵持中，赵思文的母亲也来了，他这个儿子罪孽深重，作为母亲自然也脱不了干系，干脆自己跳下去算了。我放！赵思文最终被绳之于法，吃下了自己种下的恶果。现实生活中，不管是婚姻还是爱情，选择对象比经营感情更重要。